第71集。我们之中真的有鬼吗？徐锦瑟瑟发抖，脸色白得像只兔子一样。他咽了下口水，小心翼翼地将眼神挪到了阮南竹身上，停下了目光。怎么？阮南竹注意到了徐锦的注视，他走到徐锦的身边，似笑非笑地说：你觉得我比较像鬼？没有的事。琳琳，她说人家像鬼了。大佬实习又来了是吧？祝萌，你别误会，我没有说你，只是这所有人里你最漂亮。哦，这样啊。嗯。琳琳，你觉得谁最漂亮？听了这话，林秋实的内心实在是痛苦不堪。作为一个性取向正常的男性，他真的不愿意承认阮南竹这个萌妹是这10几个人里最可爱的。可是事实就是如此。阮南竹楚楚可怜瞪眼睛的模样，当真让人很难把持。于是林秋实很没出息地点了点头。谢谢你啊，徐锦姐姐。阮南竹满意地笑了。徐锦面带痛苦之色，显然在他的眼里，阮南竹是鬼的可能性极高，不然有哪个进这样世界的人还有心思在这谈情说爱，还脚踩2只船？当然，这些话徐锦都没敢说，他只能默默地想。众人今天去的地方是塔群。经过漫长的跋涉，众人到达了目的地。因为有前2天的经验，所以今天到达目的地之后，众人状态好了很多。大家也没有躲在塔的里面，而是开始四处寻找更多的线索。虽然知道团队里面有一个不存在的人，但是阮南竹却显得非常悠闲。他绕着最高的那座塔转了一圈，然后突然掏出了一个尖锐的工具，对着塔上的墙开始动起手来。林秋实被他的动作吓了一跳。你这是做什么呢？我想看看塔里面有没有东西。东西？你之前不是听见里面有人在挠墙吗？可能万一是我的错觉呢。没事，我比你相信你的耳朵。阮南竹正在低头敲着墙壁，旁边的徐锦却小心地扯了扯林秋实的衣服说：我想上厕所，你可以陪我一起去吗？我不太合适吧，不如我让祝萌陪你。林秋实话只说到一半，便见徐锦疯狂地摇起头来。徐锦小心翼翼地看了眼祝萌，之后又故意压低声音说：琳琳哥，我有点事情想和你说。林秋实见他的表情，稍作犹豫。有什么事不能在这里说吗？你不觉得祝萌特别不像人吗？无论是长相还是性格，哪有她那样的姑娘胆子那么大？林秋实对此表示赞同。哪有祝萌这样的姑娘啊？所以祝萌其实不是女的，而是个男的。你不觉得吗？林秋实面露难色。其实他从某种程度上能够理解徐锦，因为阮南竹的确非常可疑，但是奈何他们已经认识了那么久。阮南竹和程千里是这个团队里唯2可以确定身份的2个人。我不觉得，他虽然很可疑，但的确是带着我们在努力活下去。如果他是鬼，那他的诉求又是什么呢？林秋实只能给徐锦这个答案。徐锦闻言显得有些为难，他的嘴唇动了一下，到底没有说什么。但是看他不甘心的模样，显然还是继续坚持着自己的答案。林秋实没有办法，
只能又低声安抚了几句。他们这边说着，阮南竹那边却也有了成效。阮南竹居然真的将塔边的墙砖敲开来一块，墙砖敲开之后，露出了里面的心子。程千里一直在旁边看着。阮南竹把墙砖敲开的时候，程千里倒吸了一口凉气。我操！怎么了？林秋实听到声音，朝着程千里的方向走了几步。他也看见阮南竹从墙壁里掏出来的东西了。只见墙砖之后的水泥里，居然密密麻麻镶嵌着人体的骨架。这些骨架重重叠叠堆在一起，不过方寸之间，至少可见3、4个人的尸骨。阮南竹看到这一幕也不惊讶。我就说墙壁里肯定有东西。林秋实想起了他在墙壁里听到的抓挠声，跟着脸色白了一下。徐锦更是哆哆嗦嗦地躲到了后面，吓得直哭。阮南竹站起来，拍了拍手上的灰。好了，现在知道塔里面是什么了。你们2个刚才说什么呢？没什么，小事。林秋实看了一眼徐锦。哦，小事吗？阮南竹却若有所思地看了一下徐锦，然后他起身走到了徐锦身边，伸手按住了徐锦的后背。徐锦，你在怕什么呀？徐锦此时浑身抖如筛糠一样。难道是在怕我？阮南竹的脸上挂上了一种微妙的笑容，这种笑容很难用言语去形容，虽然不难看，但当真是那种小孩子看了会做噩梦的表情。徐锦只是摇了摇头，压根儿就不敢说话。林秋实则一脸哭笑不得的表情。你别逗他了。好，不逗了。阮南竹摊了摊手，故作无奈。他起身去了塔边，继续研究那些骨头去了。徐锦好歹缓了过来，他悄悄地看了阮南竹一眼，委屈地擦干了自己的眼泪。阮南竹有那么可怕吗？把人家小姑娘吓成这样。这塔最少用了上千人的骨头，如果那个人妹妹的尸骨就在这里面，那要怎么找出来？程千里瞪着这密密麻麻的尸骨。就算我们全死光了，这人也找不出来吧？所以还有别的办法。什么法子啊？程千里抠了抠头皮。阮南竹目光流转，看到程千里之后后背一紧，果不其然，他对程千里伸出了手。你昨天偷偷捡回来的那根骨笛呢？我操，你该不会是想……程千里的表情里瞬间充满了惊恐的味道。他说：你真的要这么做？那可是人的腿骨，而且吹出来到底有什么效果都不一定呢。就是因为不一定才要试试看。拿来。程千里只好从自己随身的兜里掏出了那根骨笛，递到了阮南竹的手上。阮南竹握住笛子，仔细观察了一番，随后动作自然地将笛子放到了嘴边，张嘴。随后笛声响了起来，他吹的是阿姐鼓的调子，那个调子悠扬婉转，却莫名地带上了一丝诡异的凄凉。有微微的响动从林秋实的身边传了过来。林秋实愣了片刻，他发现这声音的来源竟是他身边的高塔，那种有人在墙壁里抓挠的声音越来越明显。起初只是他一个人能听到，后来程千里和徐锦也听到这个声音，两个人的脸色都变了。
第72集。朱萌，别追了，好像出事了。林秋实阻止了阮南竹。阮南竹停下动作，朝着塔顶看去，他却看见那个悬挂在塔顶的圆形突然开始微微地抖动起来。我们走远点，这塔好像要塌了。阮南竹说了这么一句，转身就走。林秋实他们紧跟在阮南竹身后，其他人也发现了这里的异常，开始朝着旁边散去。在众人撤离没多久之后，那塔便发出了一声巨响，跟着轰然倒地，露出了里面无数的尸骨。然而让众人窒息的却是，那些尸骨开始缓慢地蠕动起来。起初的动作还很慢，接着速度越来越快，那些尸骨呻吟着相互攀爬，最终形成了一座高高的塔。只是这一座塔是用骨头搭成的。所有人看到这一幕都惊呆了，不只是愕然，还有深深的恐惧。不知道何处传来的鼓点又开始响起。这个时候，众人听到有少女的声音跟着鼓点合唱起来。Oh, money, money, baby, home. Oh, money, money, baby, home. 与其说这是歌声，倒更像是在念诵经文。徐锦哽咽了一声说：我们不会要进那塔里吧？似乎是这样的。阮南竹放下骨笛，手指在上面轻轻地摩挲了一下，他的神情有些复杂，似乎是想起了这首歌谣的背景。深爱着姐姐的妹妹疯了似的追寻着姐姐的脚步，直到听到了经文，他才发现自己追寻的人已经变成了怀中的那一面鼓。当得知真相的时候，妹妹又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接受了这个残酷的真相？走吧。林秋实的心情意外的平静，徐锦却好像怕得不行，他一个劲儿地哭喊着：我不去，我不去，我不要过去，我不要过去。说着，徐锦朝着身后踉跄着跑了出去。跑出去的时候还狼狈地摔了一跤，连挎着的包掉在地上也没有捡。徐锦，林秋实正要上前追赶，却被阮南竹拦住了。他不去就算了，不必勉强，反正只要门开了，谁都能进去。林秋实叹息了一声。程千里走到前面，把徐锦的包捡了起来。好轻啊！他不是放了2瓶水在里面吗？怎么感觉不到？他们出来的时候都会准备在外面要吃的午饭。程千里亲眼看见徐锦把2瓶水都塞进了包里，但是到这里之后，他们一直没有分开过。程千里记得自己没有看见徐锦喝水。阮南竹突然说：打开看看。就这样打开没问题吗？毕竟是他的私人物品。命都快没了，你还讲隐私权？倒也是。程千里伸手将徐锦的包打开了。徐锦的包是一个乳白色的背包，似乎是羊皮做的，样式很普通。他从到这里的时候就一直背在身上，偶尔装一些食物和日常用品。程千里打开了徐锦的包，他却看到包里面空空如也。他愣了片刻，什么都没有。拿给我看看。阮南竹接过包，仔仔细细检查了一遍之后，在包的夹层里找到了一张陈旧的纸。程千里看见那张纸就呆住了。这是什么？这不是我们在塔顶看到的那个日记吗？南竹，你还记得当时你翻阅那日记的时候，
发现日记本被撕掉了一页吗？哦，对对对，我想起来了，就是阮哥带走的那本笔记本。阮南竹听着二人的对话，顺手将那叠起来的纸展开，只见纸上印着一幅画，画上面是一对牵着手的双子，他们穿着长裙，稚嫩的面容带着满足的笑。这画本来没有什么特别之处，然而仔细看过之后，林秋实才发现画像上的两个姑娘竟然都和徐锦长得一模一样。因为这个，林秋实感到一股子凉气从后背冲到了脑门上。他是什么时候撕下这画像的？不知道，当时他的确没有和我们一起上最顶层。这个时候，林秋实回忆起了一个细节，在最顶层的时候，他看到的幻境里就是徐锦走到鼓的面前敲响了第一下。之前不曾注意的怪异也纷纷涌入脑海。徐锦作为一个刚进入这个世界的新人，未免表现得也太好了。虽然一直说着害怕，可是却从来没有做出过任何错误的行为，甚至有时候林秋实都会忘记自己身边有这样一个人的存在。想到这些，程千里吞了一口口水。所以他其实不是人。似乎是这样。那如果他发现了我们知道他不是人，会怎么样？林秋实看着那张纸，阮南竹把纸叠好，重新放回了包里。他抬头看了看面前的古塔。这件事情比较复杂，分很多种情况，等会儿再详细说吧。天快黑了，我们先进去看看。林秋实点了点头。他们往里面走的时候，看见蒙玉站在门口。蒙玉只身一人，脸上笑意盈盈，见他们过来，就冲他们打了招呼。你们来了。你要一起进去？对啊，钥匙应该就在里面，让别人去总是有些不放心。蒙玉毫不在意地说出了近乎于轻视的话，却因为他身上强大的气势而显得并不突兀。阮南竹听了笑了起来。那我们就不去了，就请黎东元先生您把钥匙给带出来吧。你怎么知道我名字的？这有什么不知道的？阮南竹微微扬起下巴，神情冷漠且充满了嘲讽。谁都知道白鹿接了一笔大单子，能负责起这单子的恐怕也只有东元先生你了。黎东元听了阮南竹的一席话，眼神里充满了浓郁的兴趣。他上下打量着阮南竹。我倒是没听说过哪里有你这样的姑娘。有趣，很有趣。等我出去了，一定找你好好聊一聊。毕竟这么有趣的姑娘，实在是很难得。是啊，的确很有趣。有谁见过比自己胸肌还大的姑娘啊？黎东元说完之后，竟是真的转身独自进了塔里。林秋实见状，他一个人没问题吗？阮南竹倒是显得很无所谓的样子。能出来最好，出不来我们也没什么损失，等着吧。于是三个人便在塔外等待，顺便讨论关于徐锦的事情。也不知道徐锦还会不会回来，回来之后大家该用什么样的表情面对他。林秋实还委婉地提醒阮南竹别调戏徐锦了，阮南竹却义正言辞地拒绝。他说这个时候不调戏，等着徐锦真的表明身份，那岂不是更不能调戏了？那这买卖实在不划算。逗小姑娘有那么开心吗？其实逗你更开心。眼见天色就要暗下来，黎东元还是没有从里面出来。林秋实本来该担心的，但是看到阮南竹一副泰然自若的模样，他便也奇异地平静下来。而就在他们和导游约定的时间还差5分钟的时候，
古塔里面终于传来了异样的声响。第73集，古塔里传来嘎吱嘎吱的如同骨头碎裂的声音，整个高大的古塔开始分崩离析，骨头从旁边散落出来。入口处出现了一个黑色的身影，林秋实定睛一看，那个身影正是黎东元。但是最吸引人的却不是黎东元，而是黎东元手里拿着的那把漂亮的青铜钥匙。钥匙出现了，林秋实心中一松。黎东元拿着钥匙走到他们面前，伸手一递：“接下来就看你的了，朱小姐。”阮南竹一笑，便将那把钥匙抓进了自己的手里。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林秋实没有想到黎东元如此轻易地把钥匙交出来，他微微有些惊讶。程千里倒是显得很淡定，似乎这种事情很是寻常。约定的时间一到，那个导游准时出现在众人面前。导游挥舞着小旗，开始催促着大家离开。与此同时，天色也开始逐渐暗了下来。林秋实此时看见刚才哭着跑走的徐锦，程千里把包递给他，徐锦动作自然地接过包，似乎完全不知道包里面放着什么。徐锦小声地问：“你们真的进到那塔里了吗？找到妹妹的尸骨了吗？”“没有，我们什么都没找到。”“哦。”徐锦怅然若失地答应了一声，他似乎有什么想要说的话，可是话到嘴边却又生生地咽了下去。如果平时程千里肯定会问他想说什么，但是知道了徐锦不是人这件事情之后，总觉得和徐锦有些距离感，害怕问出什么不该问的问题。于是众人一路都沉默着，直到到达了住所。导游说了第2天的时间，之后便和往常一样走了。众人聚在一起，简单的吃了个晚饭。期间，林秋实注意到徐锦的眼神一直在往阮南竹的兜里瞟。阮南竹的兜里只有一样比较特别的东西，那便是姐姐的腿骨制成的骨笛。徐锦似乎对这样东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按理说，阮南竹对周围的环境向来敏感，不会注意不到徐锦的异样。可是阮南竹却完全无动于衷，全程神情都没有变化。吃完饭之后，阮南竹对着林秋实招了招手，把他叫到了一个偏僻的角落。“怎么了？”“今天晚上可能会出事，多留意一下。如果我睡得太死，一定要把我叫醒。”“会出什么事？和徐锦有关？”阮南竹也没法给出完整的答案。“只是猜测。”“我会注意的。”这天晚上，屋子里的气氛特别怪异。程千里像只怂狗子似的缩在床上不敢再皮。阮南竹早早入睡，于是只剩下林秋实一个人苦于无法入眠。林秋实闭上眼睛，脑袋却是异常的清醒，周遭一草一木的动静皆入他耳。他能听到清风，能听到草木，甚至能听到皎洁的月光。这是一种很难用言语形容的状态。通过听觉，他的脑袋里却呈现出了一幅一幅完整的画面。不过这样静谧的状态很快就被别的东西打破了。林秋实听到有窸窸窣窣的响声，
夜晚听到的声音总是让人觉得不安。他清楚地听到有人从床上爬起来，而后轻轻地推门而出。林秋实的眼睛睁开了一条缝，他看见出门的人正是徐锦。南竹，南竹。林秋实推着阮南竹，想把阮南竹从梦境中唤醒，然而阮南竹却一动不动，仿佛不是睡着了，而是昏过去。林秋实推了好几下，阮南竹都没有反应。林秋实只好尝试去叫程千里，可是没想到程千里也是一副叫不醒的样子。要是再耽搁，徐锦可能就不知道要跑到哪儿去了。林秋实犹豫片刻，便起身独自出去查看。林秋实迅速穿好鞋，跟着前面的脚步声一路向前。徐锦通过长长的走道离开了他们居住的竹楼，看样子他竟然是朝着密林深处去了。林秋实没敢跟到密林里，他只是远远地看着。徐锦在即将要进入丛林的时候，突然停住了脚步。他抬头看了看天上皎洁的明月，然后徐锦忽然开始脱起衣服了。这一幕搞得林秋实瞬间呆住了，他没想到徐锦居然会来这么一出。先是外套，然后是 T 恤，最后是内衣。徐锦将自己脱得干干净净，他洁白的皮肤在月光的照耀下，如同洁白的象牙一样，隐隐散发着迷人的光华。当然，林秋实没敢看完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。林秋实只看了一半，就移开了目光，直到有别的声音响起，那是一种撕扯布料的声音。林秋实听见之后微微发愣，随即小心翼翼地将余光移了过来。可是就在余光瞟到的那一眼，却让林秋实的身体猛地一颤。徐锦还在脱，他脱掉衣服之后便开始扒自己的皮了。徐锦用力地抓住自己的头发，然后开始一条一条地将皮肤整块地撕裂下来，从头到脖子再到身体，原本光洁的肌肤变成了血肉模糊的肌理。林秋实可以看见红色的肌肉，还有白森森的骨头。徐锦将自己剥成了一个血人，并且似乎他注意到林秋实的目光了。他扭过头，咧开嘴笑了起来，之后巨大的嘴巴形成了一个完全不可能的形状。林秋实甚至能看见那里面白色的牙齿和血红的舌头。如果是之前看到这样的情景，林秋实估计直接就会吓瘫了。但是好歹经过几次历练，他现在对于这种情景的承受能力已经足够强。可是即便如此，林秋实的手脚还是因为巨大的恐惧感到微微有些发麻。姐姐，姐姐。奇怪的笑声从眼前怪物的嘴里传了过来，那怪物歪着头朝着林秋实藏匿的地方走了过来。你在哪里呀？你在哪里呀？林秋实没敢停留，转身就跑。他一路跑回了竹楼，用力拍打着阮南竹的身体，可是阮南竹却好像睡死了一样，完全没有任何的反应。而此时那黏腻的脚步声已经传到了走廊上面。第74集。
怪物在重重地敲着门。徐锦趴到了地上，眼睛从门缝里往里面瞧。开门呀！开门呀！林秋实已经开始后悔自己那该死的好奇心。好在门口的敲门声响了一会儿，便停了下来。林秋实正要松口气，他却听到窗户那儿传来一种让人崩溃的声音。他一扭头，看到那东西从窗户上爬了进来。我操！林秋实终于忍不住骂了句脏话，他倒退几步，试图离窗户远一点。血肉模糊的怪物轻松地从窗户爬了进来。怪物趴在地上，开始伸手四处摸索。林秋实看见怪物的姿势，他忽地想起了什么，赶紧上了床。你在哪儿呀？你在哪儿呀？这是属于徐锦的声音，但是却让人浑身发冷。怪物趴在地上四处摸索着，他爬到了林秋实的床边，却好像无法站立起来，他只能用那双血红的双手在床底下不断地摸着。林秋实的心中一松，他知道自己的猜测没有出错。之前他和程千里睡在床上，床下却到处都是血手印，这应该不是怪物心软，而是那怪物根本没法站起来。床板被用力地敲打着，怪物的声音和林秋实只有一床之隔。怪物用指甲嘎吱嘎吱地抠着脆弱的木板，好像下一刻就要把木板抠出一个洞来。林秋实闭着眼睛，假装没有听见。这些声音不知道持续了多久。总之，等到一切再次安静下来的时候，天边已经泛起了晨光。而出去的徐锦再次回到房间里，当然这个时候他已经穿好了那一身洁白的肌肤。阮南竹被阳光照醒，他伸出手揉揉眼睛，然后对着林秋实打了个招呼。早上好。好。林秋实的语气很艰涩。阮南竹从朦胧的睡意中苏醒过来，他注意到林秋实的脸色非常不对劲儿，他迅速地明白了什么，问道：你怎么了？昨晚出事了？林秋实看了一眼还在睡觉的徐锦，低声说：待会儿出去说。阮南竹点了点头。两个人悄悄起床，找了个偏僻的角落。林秋实把自己昨晚的所见告诉了阮南竹。阮南竹蹙了蹙眉：你怎么不叫醒我？我叫了，你醒不了。哦，看来我们的猜测是正确的。徐锦就是那个寻找姐姐的妹妹，现在已经拿到了青铜钥匙，再根据提示把妹妹带到姐姐面前，出去的门应该就会出现。所以他到底属于哪一种？他知道自己的身份吗？林秋实有点懵，他觉得如果徐锦知道自己不是人，那未免演技也太好了一点。可是如果徐锦不知道，昨晚的一切又是怎么回事呢？阮南竹沉思了一下，或许只有在特定条件下，她才会变成妹妹。比如夜晚，你回忆一下，昨天晚上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？林秋实想了想，最后的确是发现了一个与众不同之处。昨天好像是满月。他之所以注意到这个细节，是因为昨晚的月光太亮了，亮得几乎宛如白昼一样。他走在外面，甚至根本不需要带照明的设备，便能将所有的景色一览无余。我知道了。两个人又讨论了一些细节，才回到餐厅。此时已经有人陆陆续续从床上起来吃早饭。林秋实在餐厅坐了一会儿之后，看见程千里和徐锦也过来了。程千里忽略不计，徐锦却是一副睡眠很充足的样子，任谁都无法想象出他就是昨天晚上那个在屋子里爬了一晚的怪物。程千里喝着粥，
很害怕地说：“我又发现血手印了，你们也看到了吗？”看到了。可是我什么声音都没有听到啊，到底是什么东西？那东西会不会爬到我们床上来啊？程千里一起床就看见满屋子的地板上都是血红色的手印，看起来就像是有什么东西在上面仔仔细细地爬了一遍，简直让人毛骨悚然。他不敢去细想昨天夜里他们睡过之后，屋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不知道，不然你明天晚上守夜看看。不了。听阮南竹这么问，程千里秒怂了。林秋实虽然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但是也不能说。他看了一眼徐锦，发现程千里说这些的时候，徐锦的脸上并没有什么异样，相反，徐锦似乎非常的害怕，身体又开始瑟瑟发抖。今天又要去神庙了，希望不要出现什么意外。林秋实点了点头。导游再次出现，带着众人到达了目的地。已经是第3次来到这里，大家脸上没有了最开始的恐惧和好奇，反而带上了一丝的烦躁。所有人都想要早些离开这里。这次前来，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乐声停了。其他人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林秋实他们4个却清楚得很，因为能够奏乐的骨笛就在他们的包里。我们要不要把徐锦带到屋顶上试试？林秋实提出这个提议的时候，略微有些迟疑。我觉得可以。阮南竹说完，他们便开始讨论再次上屋顶的事儿。徐锦安静地听着，在听到打算4个人都上去的时候，徐锦却表现出了强烈的抗拒。他摇着头，眼泪都快掉下来了。我不想去，我害怕，我真的不想去，你们别让我去。为什么不想去呢？面对徐锦的抗拒，阮南竹并没有表现出强硬的态度，相反，语气甚至说得上是温柔。我怕，我觉得我上去会死掉的。林秋实正要说什么，却见阮南竹点了点头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不上去吧。徐锦松了口气。林秋实没想到阮南竹如此轻易的妥协。林秋实有些不解，他找了个机会询问。阮南竹的回答是：如果按照正常的情况，他应该会很想上去。既然不想上去，那就肯定有什么别的原因。别的原因？暂时我也没想到。他们坐在神庙里，开始思考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。程千里则带着徐锦在神庙里乱逛。逛了一会儿之后，程千里突然神秘兮兮地跑过来，他说他发现了一件事情。阮南竹瞅了他一眼。什么事情？之前我们不是看见很多小房间里都锁着雕像吗？有一个小房间的门开着。你们进去看了？没敢。那把门锁上吧。我们不进去看看？程千里压低了声音，他不想让徐锦听到自己和阮南竹的对话。我注意到那个小房间的雕像背后好像还有壁画。壁画似乎是这个宗教记录事件的重要手段。如果真的能找到别的壁画，或许能发现什么徐锦不愿意上去的原因。林秋实和阮南竹对视一眼，站起来拍拍屁股。去看看吧。阮南竹点了点头，于是几个人便朝着程千里说的地方走了过去。
第75集。那个房间很小，只能容纳5、6个人的样子，一起进去实在是有些太挤了。于是程千里和徐锦都在外面，阮南竹和林秋实进去了。房间中间是一个用红布盖着的雕像，从轮廓上看应该是佛像之类的东西。阮南竹进入屋子之后，绕开雕像走到了后面的墙壁，果然是有壁画，只有这壁画如同鬼画符一样，让人根本看不懂。林秋实看得一头雾水就罢了，连带着阮南竹也蹙起了眉头。林秋实没敢打扰他，便观察了一下这个屋子。这个屋子很小，也没有什么可看的，唯一比较吸引眼球的就是这尊用红布盖起来的雕像。这雕像的高度大约是1人大小，雕像直直地立在屋子的最中央。林秋实想移开目光，但是却愣了愣。他起初以为是自己看错了，然后用力地揉了揉眼睛，但是揉过之后却发现他并没有看错。眼前的雕像虽然幅度非常的细微，但的的确确是在动。林秋实不动声色地扯了扯阮南竹的手。南竹，我们出去吧。阮南竹的注意力还在壁画上。我想再看看。我用手机照下来，你回去慢慢看行不行？林秋实说话的时候，注意到那红布开始簌簌发抖，像是有什么东西要从里面冒出来。阮南竹也察觉到了林秋实的异样，他扫了一圈屋子，立马发现了不对劲儿的地方。于是阮南竹点了点头，说了声走。林秋实松了口气。2个人刚要离开房间，那个雕像就开始剧烈的抖动。林秋实顺手把门拉上，红布正巧掉了下来。只见红布之下居然是他们之前在大殿里见过的被剥皮的怪物。那个怪物手里提着一把尖锐的长刀，原本僵硬的身体开始变得灵活起来。我操，还好出来得快。林秋实被吓了一身的冷汗。程千里似乎发现了什么，语气变得充满恐惧。等等，怎么走廊里小房间的锁全都被人开了？林秋实一愣，随即他抬眼望去，发现整个走廊的锁居然都掉了，而且看样子是有人故意打开的。他赶紧上前捡起一个锁，简单的扭了2下，脸色黑了下来。被人暴力破坏了。而那种布幔落地的声音越来越多。林秋实环顾四周，发现就他们所在的位置便有3、4张布幔掉在了地上，然后露出血肉模糊的怪物。当然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怪物手里提着的那些长刀。这要是砍起人来，那基本上就跟穿糖葫芦似的，一刀捅死2、3个。4个人转身狂奔，想要离开这里。路上遇到队伍里的其他人，也招呼了2句。很快大家便聚集在了大殿之中。有人崩溃地叙述了整件事情，指着长廊的位置发抖。我们还要在里面等死吗？可是你忘了之前跑出去的人的下场啊！但现在又没有下雨。是啊。嘈杂的议论声充斥着整个大殿。不过很快他们就没有多余的时间再想这个，因为那些怪物拖着长刀慢慢地出现在了众人面前。阮南竹见势不对，连忙说：走，出庙。林秋实跟在他的身后，4个人匆忙地跑出了神庙里。他们身边有一些人陆陆续续跟着他们跑了出来，但还有一部分人大约是想起了被大禹凌迟的金发青年，还在庙里踌躇着。不过是犹豫了片刻，庙里便有人被那些怪物抓住了。而这一刻，外面的人终于明白，怪物手上的尖刀到底有什么用处。那些刀
竟然是用来剥皮的上好工具。尖刀从头皮刺入，一挑一破，皮就开了。伴随着凄惨的叫声，人体柔嫩的皮肤从两边分开，露出里面的红色肌理。被抓住的一男一女发出凄厉的尖叫，两个人就像疯了似的挣扎，但是却被按得死死的，直到被拨到了胸口的位置，他们才彻底的断了气。因为这可怕的一幕，众人之间只剩下死寂了。皮，把皮给我，给我。属于女孩的声音竟从屋顶上传了过来。在众人看不见的黑暗里，出现了一双血红的手。那双手捧起了刚被剥下的皮，细细地闻了起来，随后像是发现了什么似的，重重地扔在地上。不是我的，不是我的。这个声音越来越尖锐，刺得人耳朵生疼。庙里剩下的两个人被剥掉皮之后，身体被砍得支离破碎。这一刻，林秋实终于明白了，那些木台上的碎肉是怎么回事。怪物杀了两个人，又将目光转向了门外的他们。所有人被这黑乎乎的眸子盯得都倒吸一口凉气。林秋实甚至还闻到了一股子尿骚味儿，有人被吓尿了。利刃拖在地上，声音如此刺耳。终于有人受不了这恐怖的气氛，惨叫着冲着丛林之中奔跑而去。剩下的人虽然没动，但是眼神中的恐惧都溢于言表。程千里哆哆嗦嗦地问：他没有来把我们也杀了吗？你们冷静一点，他们不可能杀掉所有人。但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，那些怪物最终停留在了神庙的边缘，他们似乎是被什么东西拦住了。那些怪物开始在门口逡巡徘徊，所有人见到此景都重重地松了口气。看来他们不能离开神庙，除非是在下雨的时候。阮南竹的眉头没有松开，他看了徐锦一眼。我们似乎漏掉了什么重要的东西。重要的东西？重要的东西？我们是不是忘记了把那一面鼓带走了？如果说神庙里的是姐姐，那么她被剥下来的皮就是制成了一面鼓，而她的鼓在妹妹手里，所以她在寻找妹妹的同时，是否也在寻找自己的皮？居然忘了鼓，我果然状态不好。阮南竹竟是把这么重要的东西忘记了，或者说他们离开那里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想到了要将那面鼓带走。不怪你，毕竟谁也不知道触发死亡的条件是什么。万一移动了鼓，反而死了呢？阮南竹摇摇头，没有说话。目睹了身边人被活剥的这一幕，所有人都不想再进庙里，况且谁也不知道那怪物还是不是待在原地。第76集，大家神情低落地坐在神庙面前，沉默地等待着导游到来。之前跑进丛林的人又回来的时候神志恍惚，甚至还有一个不停的喃喃自语，简直像是已经疯了。这次事故对大家的打击都非常大，
林秋实的精神状态还行，偶尔和程千里聊两句，缓解一下紧张的气氛。徐锦则一直没有说话，神情呆滞地看着面前，连程千里叫他都好像听不见一样。这如果是之前，林秋实大概会以为徐锦是在害怕，但是经过昨晚的事情，林秋实却有了别的想法。徐锦真的在害怕吗？他是在害怕鬼，亦或者是什么别的东西？当然，这些事情目前都得不到答案。导游依旧来得很准时，看见人群里少了2个人，导游也没有发表任何看法，他笑眯眯地领着所有人回去了。这一顿晚饭几乎没什么人吃，大部分人都早早地去休息。黎东元倒是没有表现出受到多大的影响，他安静地吃了食物，又把阮南竹约出去聊了一会儿。2个人到底聊了什么，还是没有人知道。不过回来的时候，他们2个脸上阴郁的表情都少了许多。好好休息吧。阮南竹在睡前说了这么一句。今晚最好别醒了。林秋实点了点头。晚安。程千里打了个哈欠，闭上了眼睛。晚安。说完，林秋实关了灯，让屋子里陷入了黑暗之中。他们如果是在正常的世界里，1个月才会经历1次满月，但是门内的世界本就毫无道理。根据这几天的经历来看，他们根本就是在不停地重复着同一天的生活，吃的东西一样，去的地方一样，就连导游带着他们说的话都是一样的。而到了第2天早晨，屋子里并没有出现那些鲜血淋漓的手印。林秋实的猜测也被证实，只有他们去过塔的那天晚上，徐锦才会悄悄地在夜晚离开，然后把自己身上的皮撕下来。而今天他们又要去塔里了。阮南竹已经决定今天就要把塔里的那面鼓带出来。这个决定虽然听起来很冒险，但是目前看来也没有别的线索，所以只能做尽可能的尝试。经过漫长的跋涉，他们终于到达了塔群。之前变成古塔的高塔果然又恢复了初建时的模样，塔尖高耸入云，几乎一半都埋在浓郁的山岚之中。阮南竹和林秋实他们直奔塔顶之前，先将徐锦交给了黎东元，当然找的借口是塔上比较危险，如果徐锦害怕的话，最好就待在下面。徐锦见状欲言又止，似乎想要和他们一起上去。黎东元却是微笑着伸手按住了徐锦的肩膀，说：你别担心，就在下面和我一起等着就好了，他们不会有事的。徐锦这才迟疑地点点头。安置好了徐锦之后，阮南竹和林秋实他们这才继续往上爬。爬的过程里，阮南竹说：昨天出事之前，我们不是看到了那幅壁画吗？你是说？林秋实也想起来了。对，那壁画的内容，我昨天晚上又仔细想了想，现在差不多明白了。所以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他们说话之际，已经爬到了塔顶。然而在拐过最后一个拐角的时候，走在最前面的程千里却突然顿住了脚步。虽然程千里没有说话，可是林秋实却能从他的眼神里看出清晰的恐惧。怎么了？林秋实心中一惊，低声问着。有人。程千里僵硬地扭过头来。鼓上坐着个人。林秋实向前一步，也看到了程千里眼中的景象。只见那面不大的红鼓之上，居然真的坐着一个女人。
虽然女人背对着他们，但是从这个女人的穿着打扮上来看，分明就是刚在楼下和黎东元在一起的徐锦。徐锦半跪在那面鼓上，身姿显得异常的佝偻。他慢慢抬起手，眼见就要朝着身下的鼓敲击过去，阮南竹却大喊一声：“徐锦，你姐姐在找你。”徐锦的动作顿住了。他问你，什么时候才能把他的皮还给他？徐锦慢慢转过头，而他转过头来的时候，所有人的呼吸都顿住了。那根本不是徐锦，而是一张人形状的人皮。人皮还保持着剥下来的形状，仿佛有骨架支撑一般，就这样被立在鼓面上。从正面看去，甚至能看到人皮里面的身体组织。程千里差点没嗷的一声直接开叫，还好在关键时刻，他用手死死地捂住了自己的嘴。徐锦，林秋实的气息也有些微乱，但是他却开始不确定眼前的皮到底是徐锦还是徐锦的姐姐。阮南竹依旧是他们中最冷静的一个，面对眼前可怕的景象，阮南竹的声音甚至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。他从怀中掏出了那一面骨笛，放到唇边吹出了调子。尖锐的惨叫声从眼前的人皮口中发出。林秋实本来就听力敏锐，被这巨大的叫声震得两眼一黑，竟是直接晕了过去。他在晕过去之前，却好像看见那张人皮朝他们扑了过来。有人在争吵，争吵的声音越来越激烈，吵得林秋实头疼。他勉强地睁开了眼睛，他看到阮南竹和黎东元两个人似乎正在争执什么事情，气氛变得非常不妙。黎东元说：“主盟，我道歉，这件事的确超出了我的预计。”面对黎东元的示弱，阮南竹却很不屑。道歉如果有用的话，大家都不用死了。总会有方法补救的。阮南竹正欲反驳，却见林秋实醒了。阮南竹眼神一转，立马细心上来。他扑到林秋实的身上，哭着说道：“老于，你终于醒了。你不在的时候，我被欺负得好惨啊！别人看我们是孤儿寡母，根本不给我们活路啊！”孤儿寡母？寡母就算了，孤儿哪里来的？阮南竹伸手就给旁边正在吃干粮的程千里脑袋上敲了一下。傻儿子，你爸叫你呢。程千里放下了干粮，干嚎起来：“爸，他妈被人欺负了！”程千里，你清醒一点。第77集，黎东元看着面前这两个人，他很努力才没有让自己的表情扭曲起来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似乎压下某些情绪之后说道：“等出去了，我一定要会会你。”阮南竹冷笑了一声，没有说话。算了吧，我怕出去了，你看见阮南竹受到更大的刺激。他从地上爬起来，用力地揉了揉自己的耳朵，感觉耳朵还是在嗡嗡作响。刚才怎么了？他朝我们扑了过来，然后呢？然后我和他讲了10分钟道理。
他觉得我说的挺对的，就走了。哼，你皮一下就那么开心吗？还挺开心的。哼哼，好吧，你开心就好。皮过之后，阮南竹还是和林秋实解释了一下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原来那张人皮把林秋实叫晕之后，就把阮南竹给惹毛了。趁着那张人皮扑过来的功夫，阮南竹直接冲到了红鼓旁边，掏出骨笛就对准了鼓面，威胁那东西如果再作妖，就把这鼓直接给砸了。那人皮好像有智慧似的，居然真的停下了动作。随后他直接融入墙壁，消失在了他们面前。然后阮南竹和程千里艰难地把被震晕的林秋实拖下楼，却看见黎东元一个人站在1楼。阮南竹问他徐锦呢，黎东元指了指外面，他说抽了支烟的功夫，一转身徐锦就不见了，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。阮南竹听见这话，当时就火了，他说：人交给你看，你就这么看的？你们白鹿做事能不能靠谱点？一个当老大的居然能把这么关键的线索给看丢了。黎东元也是理亏，无力反驳。好在最后醒来的林秋实岔开了阮南竹的注意力，这让阮南竹没有再和黎东元计较。黎东元在心里苦笑啊，他的心中对于阮南竹的身份可谓是越来越好奇，因为现实里像祝萌这样的姑娘可真是太难得了。林秋实醒来之后也知道徐锦不见了，明天带着鼓过去看看吧。现在徐锦失踪，也不知道还会不会出现。阮南竹看见黎东元就没个好脸色，他冷着脸说：只能先这么试试了。黎东元摸了摸鼻子，苦笑了2声。林秋实同情地拍了拍他的肩膀。程千里还在旁边往嘴里继续塞东西，他的胃口真是出奇的好，无论遇到多么恶心人的场景，他总能毫无障碍地继续吃。这一天结束的时候，阮南竹的脸色黑得要命，果然和他预料的那样，直到离开塔群，徐锦都没有回来。其他人见到林秋实他们这儿少了一个人，还来问了2句。阮南竹直接就说是徐锦不见了，也不知道去哪儿。直到黎东元到达住所，都没敢再来靠近阮南竹，生怕又把他惹毛。吃完饭之后，黎东元才委婉地向林秋实讨好了几句，让林秋实去劝劝阮南竹。林秋实哭笑不得，阮南竹这么生气肯定是有原因的，他可不敢去劝。况且黎东元这个人到底是敌是友还有待商榷，他并不想和黎东元表现得太过熟络。而今天晚上，因为徐锦的失踪，他们终于能够一人一张床敞开了睡。阮南竹把那面鼓带了回来，那面鼓其实也不算太大，就2个成年人的巴掌大小。鼓身是漆红的实木，鼓面是细腻的人皮，敲上去音色非常的漂亮。阮南竹坐在床边摩挲着鼓面说：等明天把这个带过去，应该就能证实我的猜测了。话说你当时想说的到底是什么？林秋实想起了当时爬到塔顶的时候阮南竹想说的话，当时阮南竹只说了一半就被别的事情打断了。姐妹是姐妹，情到底深不深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如果他和他姐关系那么好，怎么会不愿意上去看看？他伸手摸了一下鼓面，神情乍看上去竟是有几分温柔。吃完晚饭，大家早早的休息。今天去的地方是塔群，也不知道徐锦会不会再次出现。林秋实入睡之前就有些不安，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。阮南竹在他的旁边轻声地问他：是睡不着吗？于是阮南竹便站起来，躺到了林秋实的身边，伸手搂住了林秋实的腰。这个动作阮南竹做的已经十分的娴熟，林秋实的身体
莫名的放松了不少。他含含糊糊地说：为什么每次你抱着我，我就睡得特别熟呢？可能我是个安眠药精。你说是，那就是了。虽然不知道为什么，阮南竹在他身边的时候，他就会睡得非常舒服，但是总而言之，林秋实很快就入睡了。他本以为自己会一觉睡到大天亮，结果半夜的时候却还是醒了。醒来之初，林秋实便感觉到一种带着凉意的视线。林秋实缓缓睁开了眼睛，看见了阮南竹的睡颜。他缓缓坐起，环顾屋内四周，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的东西。然而就在林秋实以为那视线是自己的错觉的时候，他的额头突然一凉，一滴水滴顺着他的额头往下巴上滑了下去。林秋实的身体瞬间僵住了，他缓缓地抬头，看见了一个血肉模糊的人形蹲在天花板上，歪着头冲他露出了一个怪异的笑容。我操！即便是有了心理准备，可还是被狠狠地吓了一跳。林秋实浑身猛颤了一下，强行稳住了身体。那个东西和林秋实对视了片刻，长长的手指冲着林秋实便伸了出来。那东西目标很明确，林秋实的头皮。林秋实躲开了他的袭击，浑身被惊出了一身的冷汗。那怪物的指甲已经化为锋利的利刃，只要被碰到，肯定是要掉层皮。怪物的嘴里不断的喃喃着，他黑洞洞的眼睛贪婪地注视着林秋实年轻洁白的肌肤，神情几乎可以用垂涎欲滴来形容。林秋实连滚带爬地从床上爬了下来，阮南竹还在深眠之中，似乎阮南竹都没有受到影响。万幸的是，那怪物似乎也对其他人不感兴趣，冲着林秋实所在的位置便扑了过来。林秋实转身要跑，跑到门口却发现门怎么都打不开。面对眼前的囊中之物，怪物咧开嘴满足的笑，他从喉咙里挤出了咯咯的声音。我要你的皮！林秋实满头冷汗，环顾四周之后，他却是看了阮南竹放在枕头边的包，那个包鼓鼓的，之前从塔里取出来的鼓就塞在那里面。林秋实忽地福至心灵，他一个转身朝着那个包就跑了过去，然后他动作迅速地将鼓从包里掏了出来，用力地敲打了2下。第78集，清越的鼓声传了出来，那怪物的表情立马僵住，随后像是害怕什么似的，四处张望了一番，便慌乱地从窗户翻了出去。林秋实看着怪物逃跑的样子，终于重重地松了一口气。然而当他低下头，他的表情却再次僵住了。只见柔软的鼓面上，大约是因为太过用力，竟是被他拍出了一个大洞，而大洞里面还有一样让他目瞪口呆的东西。那是一把漂亮的青铜钥匙，乍看起来平平无奇，但是林秋实却很熟悉，因为他就曾经用过一模一样的钥匙打开过门内世界沉重的铁门。操！林秋实瞬间明白了是怎么回事，他不由得心中大骂黎东元这个狗日的，
他是万万没有想到李东垣居然会给他们一把一模一样的假钥匙。鼓怎么办啊？林秋实把钥匙拿出来之后，看着面前破掉的人皮鼓，开始头疼。能补好吗？他用手掏了2下，然后决定放弃了。他想着看明天问问阮南竹能不能把这东西弄好。这样想着，林秋实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。第二天早晨，林秋实被阮南竹的声音吵醒。他一睁眼就看见阮南竹在那儿教训程千里。程千里，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偷偷玩鼓了？我没有，这是人皮鼓，有啥好玩的呀？你真没有？你为什么不信我？我倒是想信你，你也不想想，上一扇门的时候，那个关键线索魔方是谁给拧坏的？那不是我无聊吗？你现在难道不无聊？程千里差点哭出来，因为程千里的前科导致自己的说辞一点可信度都没有。他要怎么解释才能让阮南竹相信这玩意儿不是他敲破的？正在程千里悲伤地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坐在床上的林秋实弱弱地举起了手。是我。哦，是你啊。程千里挺直了腰杆，正要听他家大佬训斥林秋实，结果他家大佬的下一句话就是：没事，下次小心点就行了。真他妈下次小心点，我是后妈生的还是充话费捡来的？林秋实也有点不太好意思，他赶紧说了一下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。阮南竹听了赶忙问他：受伤没有？林秋实摇了摇头，从兜里掏出了那把钥匙。我从鼓里发现了一把钥匙。阮南竹看见钥匙沉默了3秒，然后他骂了一句很脏很脏的脏话。显然李东垣这货完全不像他表现的那么无害，进入古塔也不知道李东垣看见了什么，他居然拿出一把假钥匙来充数。亏得林秋实昨天晚上被怪物追杀，拿着鼓救命的时候把钥匙搞出来，不然他们现在还蒙在鼓里。阮南竹捏着钥匙冷笑道：哼，我就说他那么容易交出钥匙，难道不要下一扇门的提示了？结果还来了这么一手。林秋实也挺佩服这些人的，居然还能想出准备假钥匙这种事情。阮南竹把钥匙放进自己口袋说：薛青很怕这面鼓，既然鼓没了，那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。如果下次再遇到他，恐怕很难跑掉。林秋实点了点头，他很是赞同阮南竹的说法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徐锦对他相当的情有独钟，其他人睡得死沉死沉，就他每天晚上都得醒一次。今天我把鼓带到庙里看看，这个世界应该快要结束了。能早些结束这个世界，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情。林秋实再也不想和徐锦在晚上会面，而黎东垣那边显然不知道自己做的坏事已经暴露，他还厚着脸皮凑过来和阮南竹打招呼。不得不说，黎东垣的长相相当具有欺骗性，即便是林秋实已经知道这货是个坏东西，可是看着他温柔的笑容，也会犹豫片刻。阮南竹平时对他的态度就算不上好，今天丝毫没有给黎东垣好脸，他语气冷淡的随口应付几句，把他赶走了。看着黎东垣离开的背影，阮南竹很是不客气的冷笑一声：哼，我倒是要看看，要是这个活儿砸在了白鹿手里，他黎东垣要怎么负责。吃过早饭，众人便朝着神庙出发。徐锦还是没有影子，但既然他昨天晚上出现在了林秋实的屋子里，那就说明他肯定是跟着导游一起回来了。此时徐锦应该是隐匿在周边的茂密丛林之中。再见神庙，林秋实的内心已是一片平静。他和阮南竹找到之前爬上屋顶的平台，打算再上去一次。
这次上去便是要将手里的蛊给房顶上的那个怪物。送蛊这事儿非常的危险，虽然林秋实反复重申，但是阮南竹还是要坚持和他一起去。他们留下了眼巴巴的程千里看着梯子，两人一前一后谨慎地往高台上面爬。林秋实先到木台上，到了之后，他发现木台上又多了一些新鲜的血肉，看样子应该是前天被活剥的那两人留下的。阮南竹跟在林秋实的后面也上来了，他是第一次到达屋顶，观察四周之后，他又朝着附近的丛林望了几眼。林秋实注意到阮南竹的表情有些不对。怎么了？好像有东西跟着我们，从我们出来的时候就一直跟着了。会不会是徐锦？有可能，先把蛊给他吧。林秋实点了点头。两个人顺着边缘慢慢地朝着神庙中心走，他们的脚踩在人皮鼓上，击出了鼓点的节奏。神庙上很安静，也没有之前林秋实所见的雾气，一切平静的有些不正常。阮南竹并没有走得太进去，他选了一个合适的位置，便将手里的鼓放到了屋顶之上。然后阮南竹开口说道：你的妹妹不肯过来，我们把她那里的一面鼓带来了。他这话一出口，整个世界仿佛都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安静之中，就连拂过的微风都在此刻停止了。第79集，鼓点声激烈地响了起来，浓郁的雾气从半空中奔涌而出，开始侵袭他们所在的位置。浓雾深处，有东西在疯狂地敲打着鼓面，愤怒的节奏仿佛在发泄着心中无法压抑的怒火。他在哪儿呢？他在哪儿呢？我好疼啊！林秋实看见女孩从雾气里爬了出来，女孩看见阮南竹带来的那面鼓，便用双手爬到了鼓的旁边，然后将手贴在了破碎的鼓面之上。不是我的，不是我的，把他带过来，把他带过来！他用力地抓住了鼓面，开始狠狠地撕扯。不知道是不是林秋实的错觉，女孩在撕扯鼓面的时候，她隐约听到另一声惨叫。女孩似乎也注意到了这个声音，她原本就血淋淋的嘴瞬间咧开了一个狂喜的弧度。他用力地拍打了脚下的鼓面，神庙之中瞬间窜出了那拖着尖刀的怪物，朝着不远处的丛林狂奔而去。林秋实看到这一幕几乎惊呆了，阮南竹倒是大大的松了口气。阮南竹自嘲地笑了一下，哼，果然不是什么姐妹情深。说完，他抬起头朝着远处茂密的丛林望了过去。林秋实说：是不是一切都要结束了？或许吧。谁不想这地狱一样的世界能早些结束呢？从庙宇里狂奔出去的怪物很快就拖回了一个他们熟悉的人。真如阮南竹所猜测的那样，徐锦竟是一直在丛林里面悄悄地跟着他们。徐锦被几个怪物拖在手里，硬生生地被狼狈地拽了出来。他的表情惊恐无比，嘴里还在叫着救命。如果不是之前见过他在夜晚脱皮的可怕模样，林秋实或许会想法子将他救下来。
但是现在林秋实却一步也没有动弹。他看着那些怪物抓着徐锦，顺着木架子一路往上，然后将徐锦带到了浑身是血的小女孩面前。救命啊！救救我！徐锦看到站在旁边的林秋实和阮南竹，第一个反应就是朝他们求救。徐锦满脸是泪，一副害怕的随时要晕过去的模样。阮南竹冷漠地看着他，神情之间毫无动容。徐锦还想跑，他的手脚却被那些怪物抓得死死的。神庙顶上的小女孩用手支撑着身体，慢慢地移动到了他的面前。接着，小女孩伸出手，重重地按在了徐锦的脸上。给我，还给我！徐锦发出了无比凄厉的惨叫声，疯了似的挣扎起来。只见小女孩的手竟是直接透过了她的皮肤，按进了她的血肉之中。随后女孩的两只手用力地分开，便传出了一声清脆的如同布帛被撕裂的声音。徐锦的皮竟是直接的被扯了下来。不要！姐姐，住手！一般人这样早就死了，可是徐锦还在继续挣扎，甚至于力气好像更大了一些。他眼神里的恐惧也开始逐渐的消退，变成了另一种情绪。林秋实认出那种情绪，那是一种不甘的情绪。终于，一张完整的皮被撕了下来，女孩发出了尖锐的笑声，如获至宝一般将那皮死死地搂在怀里。徐锦的眼神落在了破掉的骨上面，怨怼之色愈发的浓郁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们是答应了给我，现在住口！抱着皮的女孩突然狂吼了一声，身下的鼓面也发出一声巨响，仿佛恨极怨极，想将眼前的人生吞活剥一样。我的好妹妹，我找的你好苦，你去哪儿了？已经变成一模一样怪物的徐锦却无法回答自己姐姐的问话。她比女孩的年龄看起来大了许多，已经完全无法从外形辨识出两人曾是双胞胎了。好在你回来了，你总算是回来了。那女孩一边说话，一边慢条斯理地将那张从徐锦身上剥下来的皮整理好，然后仔仔细细地套在了自己身上。她的神情欢喜至极，如同在穿一件期待已久的新衣服一样。妹妹，你离开我后，可有想我片刻？那张皮和女孩的身体一接触，竟是渐渐地和她的身体贴合了起来。女孩的身形也开始变化，从血肉模糊的怪物变成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孩。而小女孩的模样，林秋实曾经在徐锦身上带着的那一页纸上见过，正是那图中的双胞胎。此时徐锦和小女孩几乎是换了个模样，徐锦裸露着肌理，眼神怨毒又不甘，可却无法反抗眼前的人。穿好了自己的皮，小女孩嬉笑着围着徐锦爬了一圈，她强追怪物，让徐锦跪下来，抬起手轻轻地抚摸了徐锦的发丝，笑着说：不要害怕，我的妹妹，我为你准备很多好东西，只要你回来，姐姐就原谅。你看。说完，他高兴地拍了拍手。
林秋实感到自己脚下传来了一阵震动，他低下头，愕然发现脚下用人皮做成的鼓面竟是蠕动了起来。这些人皮一张接一张地被缝在一起，每张人皮都开始发出痛苦的呻吟声，仿佛他们根本没有死去，而是以一张皮的方式继续存活着。女孩听到这些呻吟声，满足的又笑了。她抓着徐锦的头发，微笑着说：“快对他们道谢，没有他们，我怎么能找到你呢？”徐锦当然不可能说出这声谢谢，要不是林秋实他们带走了他的鼓，他也不可能跟着他们三个跑到这儿被自己姐姐抓住。说话，说话呀！你不是最喜欢说话了吗？说话！小女孩的笑容逐渐狰狞，她恨恨地抓住了徐锦的手臂，然后用力一扯，竟是差点把徐锦的手直接扯下来。徐锦发出了一声惨叫，颤抖着不甘心地开了口说：“谢谢你找到他了，可以把门的位置告诉我们了吧？”女孩闻言点了点头，对着阮南竹伸出手：“把骨笛还给我，那是我的骨头。”女孩怜惜地摸了摸徐锦腿上断掉的部分：“妹妹，你的骨头呢？你把你的骨头藏到哪里去了？”“没了，被那些人弄没了。”小女孩瞬间不笑了，她的眼神无比阴冷地看着徐锦。“既然如此，那我便把骨头借你用用吧。等到他们都死了，我再砍断他们的小腿，给你用上。”徐锦不说话，他脸上没了皮肤，几乎看不出什么细节表情。但是林秋实唯一确定的就是现在他的确是又怕又恨。小女孩接过骨笛，随手在身下一划，划破了呻吟着的鼓面之后，便露出了一扇黑色的铁门。小女孩微笑着对众人说：“请吧。”第80集，阮南竹走在最前面，他掏出钥匙就开了门。开门的瞬间，门上掉下来一张小小的纸条，被阮南竹收入怀中。“走。”阮南竹说了一句，便跨入了门里。程千里跟在他后面。林秋实打算第3个进去的时候，那个小女孩却突然跑到了他的身边，朝着林秋实的后背上就拍了一下。林秋实被拍得一愣，却听见小女孩说：“他喜欢你，所以我不喜欢你。”虽然背后发寒，但是林秋实没敢再做停留，一步跨入了门中。经过长长的隧道，他们3个人终于再次回到了现实世界。林秋实刚到现实世界，就觉得有些不对劲儿。他正要说什么，随即就是天旋地转般的感觉，然后整个人都瘫软在了地上。黑暗，漫长的黑暗。在黑暗之后，林秋实终于迎来了光明。他一醒来就看到阮南竹拿着电话在旁边和人吵架。和门里不同，门外的阮南竹语气冷淡，
角度刁钻，很快就将电话那头的人说得哑口无言。醒了。见到林秋实醒来之后，阮南竹挂掉电话。林秋实点了点头。我怎么了？急性肺炎，差点没进 ICU。因为出来之前被拍了一巴掌，林秋实也知道自己肯定会生病，但是没想到那么严重。那小王八犊子还好赚回了本。赚回了本。阮南竹从兜里掏出了一个东西，递给林秋实。那是一本厚厚的本子，封面有些熟悉。林秋实拿起来一看，发现居然是他们在塔顶找到的那本日记。没想到他被阮南竹带了出来。林秋实翻开之后，看见这本子里面画着一幅幅色彩浓艳的图画，似乎在叙述着什么故事，而且纸张也变了一种材质，摸上去有些像羊皮的质感。但是根据门内发生的事情，林秋实觉得这可能不是羊皮。一般门里的东西都是带不出来的，但也有一些特殊的物品可以带出来，比如你耳朵上的耳钉和前面的笔记本，这些能带出来的东西都有特殊之处。这笔记本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？现在还不知道，还得研究一下。这东西是你发现的，先留着吧。林秋实正欲推辞，阮南竹却又听了个电话。他看眼电话号码之后，起身走出病房去听了。林秋实低下头，翻开了笔记本。仔细翻阅之后，他发现笔记本里面记载的正是那一对姐妹的故事。与世隔绝的山村里有着重要的祭祀仪式，那便是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从未成年的少女里选取一个纯洁的姑娘，将其活剥，用她柔软的肌肤做成一面漂亮的红骨，放在众人下葬的高塔之处，以慰神灵。姐妹们感情很好，妹妹活泼开朗，姐姐秀丽内慧。然而某一天，妹妹却成了祭司看中的目标。她被强行带走之后，做成了一面骨。姐姐见到妹妹突然失踪，便开始四处寻找。然而这并不是故事的结束，而是故事的开始。妹妹没有死，不但没有死，还成了没有皮的怪物。妹妹从塔的深处醒来，开始在村子周边游荡着，寻找落单的人们，剥下他们的皮，穿在自己身上。但是妹妹却发现，那些人的皮于自己而言并不合身，她需要一张完美的皮。理所当然的，妹妹想到了和自己一模一样的姐姐。欺骗、谎言变成怪物的妹妹将姐姐骗入神庙，轻而易举地剥掉了姐姐的皮。她披着姐姐的皮，她害怕姐姐追上来，便又将姐姐的双腿砍断。就这样，姐姐被留在了神庙之中。被剥皮的妹妹没有死去，被欺骗的姐姐也同样活了下来。姐姐的恨意和怨念让她化成了更加恐怖的怪物。她甚至用砍下的双腿制成了骨笛，开始操纵着同样被献祭的其他祭品。但是神庙限制了姐姐的能力，她被困于其中，日复一日地等待着。她等待着将自己的皮夺回的日子。时间一天天的过去，穿上了姐姐皮囊的妹妹长大成人，而林秋实他们便在此时进入了他们的世界。林秋实看完了整个故事，合上书页。他的手指在书页上摩挲片刻，暂时并没有发现这本书的特殊之处。而此时阮南竹正好打完电话从外面走进来。感觉如何？还好。
阮南竹坐在林秋实旁边，分析了一下情况。你现在也是第5扇门，所以下一扇门至少在半年之后，抓紧这个时间养好身体。你受伤是意料之外的事，我本来还有其他的安排，现在看来只能退后了。什么安排？再说吧，如果你身体恢复得不够好，这安排就不必说了。林秋实总感觉这安排应该是挺重要的事情，但是面前的阮南竹和门内的她实在不一样。虽然阮南竹长得漂亮，可是眉宇之间全是冷淡，仿佛一块寒气逼人的冰块一样。这要是在门里面，林秋实大概敢厚着脸皮再问问，但是在外面，面对这个模样的阮南竹，林秋实只好乖乖点点头，没有再继续追问。大概是知道林秋实醒了，程千里没一会儿也提着一袋水果，屁颠屁颠的来了病房。他说：秋实啊，你运气可真是不咋地，一般人都不会在门内世界受伤的。阮南竹在旁边听了，当头浇了一盆冷水。对，一般不会受伤，都是直接死了。阮哥，程千里来了没多久之后，阮南竹又接了个电话，匆匆地走了。林秋实见他这么忙，问程千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。也不算出了事吧，就是白鹿那边开始打听祝蒙的身份了。白鹿这组织也挺大的，真想找肯定找得到，不过他们肯定不会知道，祝蒙就是我们老大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他做梦也想不到门里面戏那么多的祝蒙会是阮南竹男扮女装的。就因为被门里的小姑娘拍了一巴掌，林秋实在床上躺了整整1个月，好的还不太利索。等终于回到别墅里，见到栗子，林秋实就冲了过去。栗子趴在沙发上，面对如同饿虎扑食般的林秋实，表现出了极大的不屑。他起身扭头，扭着屁股往前跳，留给林秋实一个冷漠的背影。林秋实差点没有当场哭出来，还是程千里抱着他家的吐司凑到面前，让林秋实摸摸吐司的屁股，冷静一下。吐司现出了独属于柯基的肥嘟嘟的屁股，一双黑黝黝的眼睛，满是无辜。林秋实的心好歹是得到了安慰，总算是没有做出什么过激的事情。